中国最富裕的小镇，它位于偏僻的深山之中，一盒冰淇淋卖到250元。今天我将去探访这个神奇的镇子。如果查看近几年的人均 GDP 数据，我们会发现，中国人均 GDP 最高的镇，居然并不在中国富庶的沿海地区，而是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山区。它就是著名的贵州茅台镇。2023年，茅台镇 GDP 达1500亿元，人均 GDP 高达约129万元，换算后约为18.14万美元。对照2024年相关人均 GDP 榜单，已超过所有国家的水平。比如2024年人均 GDP 排名第一的卢森堡，约为13.75万美元，相当于茅台镇比卢森堡还高了38%。我从遵义市区出发，坐大巴可以直接抵达茅台镇。贵州的基础建设在近20年内突飞猛进，不断刷新桥梁和公路的世界纪录。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，地无3里平。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，修建如此多的基础设施，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。于是中国许多网友都在质疑，在贵州这么偏远的地方，花钱修这么多路是否划算？网上信息说，茅台镇整个镇子每时每刻都弥漫着酒香。当我从大巴下车，踏上茅台镇的土地，可以100%的验证，茅台镇弥漫着酒香是真实的。我刚下车，就有一个小哥热情地过来给我介绍茅台镇，他介绍得非常全面，态度非常友好。和他挥手告别之后，我不禁感慨，茅台镇本地人是不是都培训过了，变成了义务讲解员？不过后来在茅台镇的旅途中，我又遇到了几个这样热情的小哥，终于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推销员。如果你对酒感兴趣，他们就会带你去相应的酒厂，你买了酒，他们就会有提成。茅台镇是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下辖镇，是中国著名的白酒之乡，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大娄山脉西段北侧，赤水河纵贯全镇。茅台镇起源于古代蒲寮部落，最初称马桑湾，后因四方井、茅草台等得名，历经茅台村、云谷镇、义商镇等名称变迁，最终定名为茅台镇。茅台镇是中国酱酒圣地，2023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约1500亿元，现有酒类生产企业1051家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于此。可以这么说，茅台镇就是一个酒镇，这里的所有人、所有道路、所有商铺都在酒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之中。另外，不得不说茅台镇的旅游资源，它位于大娄山脉西段北侧，赤水河纵贯全镇，原本自然风光就非常秀美，还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4度赤水战役旧址和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，以及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酒文化城。1915广场位于茅台镇核心区域的赤水河畔，是为纪念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而建。广场中央有一个被摔碎的酒罐雕塑，是欣赏赤水河风光和茅台镇夜景的绝佳位置之一。红军桥横跨赤水河，桥面由铁索与木板交织而成，全长2009米，设有46根索道，可满足3000人同时通行。桥的一端连接1915广场，另一端衔接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，巧妙串联起当地的红色文化与酱酒文化。我不喜欢喝白酒，但来都来了，肯定也想买几瓶贵州茅台带回去。去柜台一问，想买到原价的53度飞天茅台，那也是不可能的，价格和外面基本差不多。嫌茅台酒太贵，消费不起，我决定去消费一支茅台冰淇淋。茅台经典原味冰淇淋，添加2%的贵州茅台酒，青梅煮酒味添加1.6%的贵州茅台酒，糯米糍冰淇淋总体茅台酒添加量为1%，价格分别为49元到66元。这些产品均精选优质新鲜牛乳和稀奶油，将茅台酒的酱香与乳香、奶油风味融合。上市初期，茅台冰淇淋受到消费者热捧，4万个冰淇淋在网络上51分钟售罄，单个冰淇淋最高被炒到250元一个。但后期因价格较高、消费场景有限等原因，终端零售价下降，多地门店闭店。看来这东西只能猎奇尝尝鲜，毕竟辛辣的白酒和甜腻的冰淇淋搭配确实有点奇怪。接下来为大家献上我在茅台镇旅行的沉浸式视频。
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的歌曲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，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杂技师啊，来，你给我表演个，他拿着这个伞也遮不了风，也挡不了雨，但是他能玩出五花八门啊，五颜六色的节目。掌声，朋友们，再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帅气啊！来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位小伙子啊，手动的把这个气球套在这个脑袋上面。我们这位小伙子啊，不是用嘴巴来吹的啊，他是用鼻子来吹啊。大家看到我们这位小伙子啊，这个嘴巴是露在外面的，用嘴巴来呼吸，用鼻子来吹气。来，小伙子加油！来，大家看到这个气球啊，成功的一点一点的变大啊！来，咱们这位小伙子能吹到多大啊？来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哦呦！哎呀，头摇一摇，生活没有烦恼啊！
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他的爸爸妈妈把他送到杂技学校学习了很多的杂技和特技啊。来，咱们等一会儿啊，给大家带来伞上滚喷火轮，哎，咱们的吃火吐火啊，哎，还有咱们的脚踩钢刀，都会一一的展现给大家好奇的朋友们。哦呦，甩起来！来，朋友们，再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把你们掌声是齐，掌声是一，掌声就是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充电器。来，小伙子加大马力了啊！来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位小伙子啊，把这个气球一点一点的把吹的比一个西瓜还要大。哦呦，你怎么回事？平常让你少吃几个馒头，你一准给我干5个馒头啊！你这吃这么胖。谢谢你们无私的支持，谢谢你们无私的关爱啦。可以在现场近距离宁静的欣赏，谢谢我们的魔术，看看人头像是人头，还会不会变回来？魔术，上面是个马，下面是个鬼。那么我们魔术师麻痹你们双眼的时候，你们下面就要开始捣鬼了。好，封箱盖盖。今天现场的人比较多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说人头还在不在里面呢？没人回答。哥哥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里，把它磨好了，一刀一刀的捅进去。对，无工地了，一刀一刀的捅进去，一不小心我们的人头就砍下来了，一不小心一失足，鲜血里面那个箱子就会流出鲜血来。你咋这么鬼迷日眼呢？让你那么使劲了吗？你就把它使劲，活该你单身啊！那么是不是人头跑到左边来了？我们左边再来满满的5把刀子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呀？能温柔一点吗，哥哥？让你那么血腥了吗？一不小心不是刮伤那个耳朵，就是鼻子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哥哥的眼睛了。你是沙洲的，他不是野猪啊。那么人头是不是跑到后面，跑到上面来了？我们后面再扎满满的2把刀子，让他的人无处可逃，无处可去，让我们的哥哥的头往前面、往左边、往右边、往后面也随处摇晃不了。是不是插到贱骨头了？那个骨头太贱了，太硬了。那完了没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把长长的尚方宝剑，是我们哥哥的他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。你想拿这干哈？是不是把那人头砍下来，在箱子里面转2圈？小朋友们说不能搞，那么我在前面比较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个尚方宝剑到底插到了哪里去？是不是满满的占据了我们的盒子？那么这把尚方宝剑一不小心，我们的哥哥就失足了。昨天晚上就表演失败了，我们鲜血就扎出了鲜血来。每天晚上最不小心、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长长的尚方宝剑。哥哥你要不然不行了，咱就放弃这把宝剑好不好？死了没？还有气没？还有一口气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刘轩老师所说的一句话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哥哥听完口令，3、2、1，开！前后左右的转一下，看一看插满了长长的尚方宝剑，插满了刀子，人头到底跑哪里去了呢？小朋友们想象一下，好，封箱盖盖。俗话说，今天天气比较热，人头不能消失太久。你自己先看一下变回来没？更加好看，更加刺激，更加激情的人跟动物的演出。穿过世界的海洋，在未来的风里流浪。我在空中挥手着，你迎风歌唱。我们开着时光机，在无垠的星海夜航。
时间。